今天我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，来到了与渥太华一河之隔的加蒂诺，来采访一位已经躺平了的80后老哥。哎，那旁边那一栋是跟你连着的是吧？对，这边就是你知道，如果是中文的话，应该叫什么双拼啊？对，双拼 ，semi-detached。这样的会便宜一些吗？会便宜一些，比那种独栋的会。但隔音怎么样？就旁边会吵到你吗？其实这边北美的房子隔音都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，我们邻居其实还蛮安静的，所以就还好。因为这是木质结构是吧？都是木质结构。哎，我看到那狗了，那狗还挺安静的。对，它就是趴在窗户看，哎，这是谁来了？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叼拖鞋，每次下楼的时候看到我就冲过来，然后叼着我拖鞋就跑。是你租客养的是吧？对对对。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可啊，也可以叫我 Steven。我是现在是一名老师啊，之前也是住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叫做 Gatineau 的地方。您之前在国内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出生地是沈阳，但是后来从高中毕业之后就陆续周转了很多城市。来加拿大之前的话是定居在宁波。宁波算是南方城市啊。那您来这里这个气候的话，您跟我老家一样，就回到家了。哦，对，因为老家是沈阳的。对啊，那你在沈阳待了有多长时间啊？在沈阳的话，中学6年吧。中学6年。对，中学6年在沈阳，所以你还是比较适应这种比较寒冷的气候的。对，还好。其实说实话，这边的这个天气，温度上可能还没有沈阳冷，但是雪是比沈阳要大。我之前了解你是80后对吧？对，87年的。87年那么精准吗？我以为你要87年的，不想说自己的年龄。没事，看着比较老，主要是头发没有了。那您之前是在国内有工作过一段时间吗？对对对，主要是做这个语言培训方面的。最早是在，只能说老东家嘛，就是做这个出国英语培训吧。你一说这个就想到某星是吧？好几个星，好几个星都干过。之前就是教英文的是吧？对对对。那您在国内工作有多长时间？国内工作，其实蛮久的，就是如果说从最开始的工作的话，那我大学没毕业之前就开始了。对，然后大3开始就算正式工作了1年，然后一直到我出来之前，其实还能有个将近10年了。工作10年了？对，8、9年吧，差不多。那您之前在大学学的就是英语吗？不是，你学的是什么？行政管理。你这跨度有点大呀，然后学了行政管理，然后去做了英语老师啊？对。你这个英语是你自己学的吗？还是怎么？算是自己的兴趣吧。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可能跟家里有一点关系，就是培养起对这个外语的兴趣。因为我那个年代嘛，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出国是件很厉害的事情，或者很了不起的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个加上自己可能也是受这个什么迪士尼的动画呀，或者是什么，那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电视剧叫《成长的烦恼》对，然后就受那个影响，觉得这个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想出去看一看。然后再加上呢，可能以前觉得说，在学校学的东西，那些专业里边，那些科目里边，可能也就英语比较有用，然后所以可能就自己这个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英语上的学习。那您这是完全是个人的兴趣爱好，还是说你父母就觉得？个人兴趣爱好，但是也可能跟父母也有一点关系。就比如说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家那边，我小学时候在大连，然后呢家那边有一个快餐店，就类似于肯德基、麦当劳的一家快餐店，然后我爸就总骗我说，哎，那边在招童工啊，可以有免费的汉堡可以吃啊，前提上是英语好。然后我就那时候小学大概2、3年级的样子，就被我爸骗的，天天在家 Hello how are you
那你父母其实还是挺有远见的，认为你这个学好英语了，对你未来会有帮助。可能吧，就以前没觉得，后来想一想，可能是会有一点点帮助。那您来加拿大是大概在什么岁数的时候？我是18年年底过来的，18年年底，那时候有30岁吗？ 30差不多吧，差31，那你是怎么了解到有这么个途径，并且你还是选择来魁北克一个法语省？这个就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了。很多人我了解的很多人不敢选择魁省，因为他是对法语有要求的。对对，你是怎么那么勇敢的情况下又学了法语过来的？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巧合。咱们先说为什么来魁北克吧。OK，就是我真的是很小的时候，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可能中学甚至小学的时候就有想过出国的这个想法，可能也有我家里人的一些影响，但是我可能更多的还是自己的想法吧。我记得那时候还蛮小，就跟我爸躺在床上，我们在数说，哎，哪年上小学，哪年上中学，哪年上高中，哪年上大学。然后我当时自己提了一个，我说哪年出国。对，那个真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我的研究生当时是在澳大利亚读的。OK，对，然后当时其实去澳大利亚也不是为了想读书，就是也是想说有一个机会能出国去看看。然后可以的话呢，在当地比如说工作几年，或者是干脆就留下来。等我读完的时候呢，这个专业我读的专业就被从移民清单上拿下去了。你读什么专业？我当时读的是翻译，就是口译方面的。对，因为其实选这个专业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当时是可以移民的，这个专业是可以移民的。对，但是我去的时候他可以移民，等我读完他就移不了了。那移不了，我说我也不跟你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我就直接回国了。所以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。但是我基本上回国之后，马上就开始找下一个这个可以去的地方。当时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专业就比较不受待见，就是在这个移民清单上基本上都看不到。然后那怎么办呢？哎，魁北克啊，这个地方它不限专业啊，什么专业都能移。我说行，就这儿了。对。那时候你来的时候，魁北克有什么要求啊？就是会法语就行。对，基本上也是一个打分表，就是你的年龄、你的这个工作经验、你的学历、你的语言水平等等等等。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之前有学过法语，就是会法语的，所以基本上它不需要是任何的工作经验，也不需要你的职业给你加分，基本上我的分数就够了。对。你的法语是自学的还是在学校学的？自学的。自学。你大概是多少岁就开始学？我其实还蛮早的，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了。那你很厉害啊，很小的时候就学这么多英语。其实当时真的就是我觉得我全部都是兴趣出发，就当时学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功利的想法，那时候也没有考虑说有一天会来魁北克移民，就是觉得好玩儿。然后呢，这个可能这个对，就好玩啊。家里也没有给我太多的压力，说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他们也很支持。当时也不是说正经的学，可能就一周去，当时找了一个这个家教，是那边我们当时我在沈阳的时候，那边一个大学生，法语专业大学生，然后来教我。然后就一周学那么1-2个小时。然后后来是因为要来魁北克，那时候要考一个那个法语的考试。然后才跑到北京，我当时大学是在北京上的，在北京的那个法蒙，就Alliance Française那边去稍微认真的学了大概半年左右。半年就达到了，这边应该是 B2的要求是吧？不，但是我这个中间周期很长的。我从高中开始的，然后我移民的时候已经是就是我已经本科已经毕业了。对，这个中间能有个5-6年的时间，但是前面都是断断续续的。对，然后真正那半年就是在我要递申请之前。所以你就是考完了语言之后直接就递申请了，中间等待多长时间？8年。7年差不多。等待了7年时间。我2011年递的申请，2018年来的。中间这个等待期间就继续在国内工作。对。然后拿到了这个结果就立马过来了。就是这么说吧，我当时其实我在北京读的本科，然后呢毕业工作的时候大概就是2011年12年那个时间段。如果那个时间可能有在北京待过的小伙伴能有印象，就是那段时间是沙尘暴雾霾最严重的那段时间，所以我当时就
就一个想法，就是你让我走，你让我离开这儿，去哪儿都行。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移民的想法是特别的强烈。然后后来呢，因为不是这个等的时间特别长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当时一个同学，一个校友吧，他说有一个机会在宁波，他们那边要做一个英语培训的一个机构，然后说问我有没有感兴趣，我当时说走，就是我在之前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我说就一拍大腿，我说走，然后我就跑到宁波去了，然后到宁波待了之后，觉得不错，就是这个城市挺好的，我挺喜欢的。所以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等待周期太长了，我后来都已经就差不多把这个事情给忘了然后在宁波的话呢，房子也买了，然后就眼睁睁着看着它建起来，然后等我通知我这个交房的那一天，我看了一下，我收了一个 email，Welcome to Canada， 这还挺戏剧性的呀。就是我离我这个房子的交付到我的飞机机票过来，可能大概2个多星期的时间，然后我的房子一天都没有住。那后来怎么处理？卖掉了？就没有了，租出去了。对，还挺幸运的，当时找了一个那个代管公司，他们帮我租的。来，咱们先复习一下那个上次学的上次课说的那个我的、你的、他的，对吧？我的、你的、他的。来，咱们先过一遍阳性的，阳性那3个是哪3个来着？阳性那3个，蒙东宋，对吧？蒙东宋好，阴性的呢？马达萨。OK， 好，然后那个数字再来一遍上次的数字，对，尤其是那几个11。来，我直接问了61怎么说来着？60怎么说？soixante， 对吧？你跟我读一遍 ，soixante， 苏哇，不是苏哇苏哇。好，这是一个音，不要把它翻成这个分开 ，soixante。那你来这里之后都没有去找过工作，就是自己在线上继续做？其实我来之后呢是有想过要去做但是也不是全职了，就自己做这个 freelance 做时间长了。当时想去做房产经纪对，我在这边读了一个房产经纪的课程，然后呢，按理来说的话是应该去去考这个执照，然后做这个行业。但是当时正好赶上疫情，然后疫情的话，我们 Gatineau 这个城市呢，它是没有考点的。所以我们读了大概1年的时间那个课，然后毕业之后我们考试是需要去蒙特利尔考，但是当时疫情期间我自己这个开车又不是很擅长，然后坐公共交通吧觉得风险太大了，所以就这么放下了。然后呢放下这个时候呢，我说那就躺平吧，然后在疫情期间躺了将近1年，然后发现太舒服了，就起不来了。那你这躺平之后，你这收入来源就是之前的积蓄吗？就是上课呀。对我除了上课之外，我也会帮一些这个国内的同学去申请一些国外的学校，就是做这个就是留学中介。你现在主要教什么？英语、法语、数学，还有呢？古筝、中文是目前中文是比较多的。中文一般来你这里学中文的都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本地的孩子。然后还有，我现在还带了一个，就是渥太华那边一个公立学校，他们的算是课外班吧。对，他们那边就是这边的公立学校也会提供一些外语课程。那中文相当于是这边外语课程中比较大的一块，就学生稍微比较多一些。然后所以这也是之前朋友介绍的，然后说你这边有一个公立学校的这个中文教师的兼职岗位，说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说好呀，正好这是线上的，我又不用离开我的床，对吧？厉害。那您方便讲一下你这个教英文或法语的收费吗？因为我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他也有这个需求，如果收费合适，或许他能来联系你。是吧？这是打广告了是吗？谢谢。你是按小时收费吗？对，按小时收费。怎么收费的？看不同的课程。如果是普通的英文的话，可能大概英文口语的话就是200人民币左右1个小时。然后如果是这个考试课程，比如说像什么托福、雅思、SAT、ACT、GRE、GMAT， 这个大概就是300块钱人民币1个小时。这个收费已经算是我觉得还比较良心的，因为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涨过，甚至可能比我在国内时候还要稍微低了一点。
然后法语呢？法语也一样吗？法语，因为我的法语水平，还是要说一下，我的法语其实并没有那么高，就是教入门基础还可以。大家如果想考什么 DEF 啊、DCF 什么的，我建议还是找更专业的老师去教。这个房子是你自己买的是吗？对，是我买的。你是哪一年买的？来了就买了？没有，是2021年，就是疫情期间啊。其实我是想来了就买，但是因为我这个犹豫啊，这个房价当时涨了不少。我当时讲的时候，其实是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，因为那时候对这边根本都不了解，之前也没有来过加拿大，然后所以就想说，要不先去上个学吧，先去读书，然后了解一下这个地方，来确定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安定下来。然后后来一开始上学就作业呀，然后考试啊什么的，就把这个事儿忘了。等我再想起来的时候，房价已经涨了，能有1/3。哎，那你来魁省为什么会选择来加蒂诺啊？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我当时根本都不知道加拿大有哪些可以，就是这边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，有哪些地方要选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当时我收到移民局的那个 email 的时候，它上面有一个 list， 它里边有一些这边的新移民帮助的一些机构。然后我当时正好看到有一个叫这个华人服务中心，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新移民的。然后我就发了封邮件去联系他们。然后当时呢，他们机构里面有一个大姐，然后就打电话过来。当时我人还在宁波，然后他打电话过来，这个说帮我做咨询，哎，我说很感谢。然后呢，我问他，我说我来加拿大我可以去哪些城市？我说我想要那种就是房价便宜点的，然后呢，生活就比较便利，然后加上自然环境好一点的。他说，哎，那你们来嘎地诺吗？我说嘎地诺是哪儿？对，他说这个就是在渥太华旁边，然后它属于魁省，然后渥太华旁边，然后房价又不贵，然后因为那个大姐她自己就住在嘎地诺。然后我说好呀，所以你就没来之前就做了这个决定了。对，其实我当时飞机是飞到蒙特利尔，然后但是蒙特利尔我在那边大概待了1周，就是包括到蒙特利尔旁边有另外一个城市拉瓦了，反正这2个地方我待了1周，然后我就直接来嘎地诺了。对，然后后来我来了这边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在嘎地诺生活的华人里边，不说90%吧，一大部分是那个大姐凭借一己之力拉过来的。我觉得这个超级佩服啊，这就是地道的 influencer。厉害。那你来之前你不知道这边离渥太华那么近吧？就隔了一条河。对，他当时那大姐只跟我说他在渥太华的边上，这个边是多远，我还当时没有太多的概念。然后来了之后发现。好吧，真的就是隔了一条河，但是这一条河之隔，这俩房价就天差地别，天差地别。那你方便说你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房价多少吗？这边？我是其实我交定金的时候大概就是2020年的10月份吧，差不多冬天啊，可能11月份的这样大概的样子。然后当时这个房价是37.2万，这是我买的时候。加拿大币。对，加元，对37.2万。然后，但是如果我说我18年如果过来的话，这边可能也就20多万。对，疫情期间房价反而涨了非常多，这什么原因？如果这就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出发了，因为疫情期间各国都在放水，去北美这边这个印钞印得很厉害，所以就所有东西都在涨，这边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。因为我来的时候，我当时问我的那个房东阿姨，我说这边的房价大概怎么样，或者这几年有没有涨过？她说好像这些年都没有怎么涨。我当时放心了，我就安心去上学去了。等我上完学再回来看的时候，就已经不是同一个价位了。说实话，你这30几万买一个这个独栋别墅，还是很划算的呀。那是跟国内比，确实是这样子，跟国内比确实是这样子。那可以带我们参观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对，我们现在这边就是在客厅，然后这是我的。My pride， 这是什么？我的鱼缸，热带鱼吗？这是？就是最普通的孔雀鱼，然后还有一些白云金丝什么的。你这里面弄得很漂亮。这其实好久没有打理了，这个草已经长疯了。然后顺便说一下，这个缸是我那个没花钱白嫖来的。在路边捡的。这边有那个就是二手网站，就类似于国内的闲鱼什么的。然后他们比如说要搬家的时候，一些大件的商品，他可能就会放非常低的价格。这个就是不要钱，上面写的 for free， 对 for free。他之前那个叔叔他挂了700刀。他本来是挂700刀，可能挂了好几个月没有卖出去，加上他们要搬家，然后后来就700刀变成了 free。我一看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，我说那我去白嫖过来。他这边挺好的，有时候就是他们不要的东西，他们会摆路边，对，自己可以去捡。这把椅子也是捡回来的。
可以，你是家具都可以不要钱弄。对对对，就是我现在的一大爱好就是捡破烂啊，有很多人在北美就是专门捡破烂，对很开心，对，很开心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厨房和餐厅啊，就有点乱，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做饭，然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鱼缸，这个缸主要是养虾，对，养虾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爱好，但是在国内的时候一直不停的搬家，不停的换城市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满足我这个童年的爱好。后面还有一个后院吗？对，后面有一个后院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对，这房子要不要交税啊？每年？要的，每年是大概2000多，将近3000吧，基本上就是，它是按市政评估价的1%来交税，但评估价比你的购买价实际上其实是要低的啊。对，因为购买价它有一些市场的因素，然后但是它评估价的话，一般会估一个就是比你购买价要低一些，有的甚至低很多的一个价格，然后按那个的1%来交税。那就是你这个房价每年评估的1%作为你的房产税？对，它可能不一定每年评估，可能隔几年会他们市政的人会来评一下。反正我这个房子大概每年2000大几。家园的样子，2000多家，对啊，也还行，不是非常夸张，对，还可以，因为它这个总价便宜的话，所以那对应的税也会低一些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亏损确实挺吸引人的。对，因为真的我之前有一个房客，然后他们后来去对面安省，就是卡纳塔那边买了房，跟我家的面积其实也差不了太多，然后后院还没有，就是地下室还没有完全的去装修，他们当时买的价格好像就要67万，就是是60，反正将近70万的这个价格，是我这边的1倍，同样差不多的面积，也是同样的差不多的这个结构，那确实贵很多，对，就是将近1倍。因为这边其实到渥太华没有那么远，你住这边开车过去上班也其实挺方便。对，其实我们家不堵车的情况下，开车到渥太华的就是国会山，就是那个大城堡那个地方，只要15分钟。那确实很近，只要15分钟，完全可以在这里买房，在那边工作。对，就很像那种就是在深圳工作，在惠州买房这种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在北京生活的时候，就是我在国贸工作，住在通州，然后就是已经很习惯，而且我这边如果开车的话，可能到渥太华也就顶多半个小时。我当年在北京可是要单程1个小时至少。反正你现在躺平了，也不对，反正我躺平了，我也不出门。啊，这地毯很软。这个其实我都没有怎么，都是之前前房主留下来的。对，这边就是楼上有3个卧室，目前现在都租出去了。出去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。对，家里其实还有一只大狗狗，是他们那个室友养的。这卫生间还是挺大的。对，这个是楼上用的卫生间。OK， 上面是3个卧室，对，上面3个卧室，楼下1个卧室。楼下其实对，它是个很小的一个卧室，一共2个卫生间。楼下还有一个。3个卫生间，那还是蛮大的。对。那你这也很舒服啊。对。这下面还有个独立的卫生间吗？对，这边是个卫生间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洗衣机。还是挺大的。对，主要你这地毯铺的很舒服啊，这个都是前房主留下来的，我基本上没有怎么动。然后洗衣机在这儿这边还有一个房间，是储物室是吧？不是，是我家那口子在住。那你这确实还挺多的，你这个房间。对，就还蛮不错的。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房，这还有一个鱼缸。有几个车位啊？外面？其实就是这条道这条道上我们去年冬天试过，最多可以停4辆车，但是就是需要小心一点，就是大家车会挨得比较近，然后每天谁出门的时候提前排一个班，说谁早上最早走就把车停在外边。那你这30几万，我觉得特别划算，太划算了。但是如果我18年买的话，这可能只要20几万。能在30几岁的年纪选择来加拿大躺平，莫可家里是有矿吗？魁北克作为加拿大唯一的法语区，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？欢迎继续收看下期节目。